欢迎收听华瑞投音观点。你能想象吗？在2026年的欧洲血液学协会年会前夕，生技产业的布局格局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高盛研究团队发布了一份极具震撼力的报告，直接点明了几款可能改变人类治疗史的血液神药。这不只是医学界的技术突破，更是美股投资市场下半年的关键风向球。高盛指出，随着大会摘要的释出，几家关键生技公司的命运已经隐约浮现，而这些数据背后隐藏的投资机会与风险，正是我们今天要深度拆解的核心。高盛指出，在即将于2026年6月11日至14日召开的欧洲血液学年会中，生技股的布局关键在于临床数据能否成功转化为商业价值。高盛提到，这次摘要释出的重点广泛涵盖了骨髓纤维化、镰刀型细胞贫血症以及多种恶性血液癌症。高盛分析，市场目前正高度关注这些临床试验是否符合预期，这将直接决定相关标的的目标价空间。华瑞认为，这份报告揭示了生技投资极高的专业门槛，投资人不再能只追逐概念口号，而是必须像投行分析师一样，精确解读每一项试验数据的细微变化。我们首先来看 Ideos 这家公司。高盛指出，该公司在治疗镰刀型细胞贫血症的第3期 RISE-UP 研究中，数据表现非常惊人。在药物组的138位受试患者中，达成血红素反应的比例高达 40.6%， 相比之下，安慰剂组仅有 2.9%。 高盛强调，这种数据具备强大的临床统计意义。值得注意的是，高盛提到，该药物已获得美国 FDA 认可，将采取加速批准路径进行审核，这意味着产品上市的时间点可能会比市场原先预期的更早。高盛目前将其12个月目标价维持在32美元。华瑞认为 Agios 的领先地位在于其临床终点设计已获得官方背书，这大幅降低了未来的法规不确定性，是典型的临床驱动型标的。接着看 Insight 表现。高盛指出，这家公司在骨髓纤维化的二线治疗数据中展现了高度的稳健性。高盛分析，其研发的单株抗体药物，不论是单独使用或是与现有标准药物联用，其副作用都在可控范围内。高盛提到，在二线单药治疗中，患者的血红素反应表现非常稳定，而联用治疗的结果显示，脾脏体积缩小 35% 以上的比例达到了 38%。 高盛指出，该公司的目标价设定在100美元。华瑞认为 Insight 的核心策略在于稳住既有的二线市场，并逐步向一线治疗渗透。这种稳扎稳打的做法虽然让股价具备防御性，但市场仍期待未来一线临床数据能带来更大的惊喜。关于 Syndax， 高盛指出，这家公司在本次年会中展现了极强的研发实力，一口气释出了12份研究摘要。高盛分析，其白血病药物的数据在真实世界研究中，总体缓解率竟然超过了 80%，而完全缓解率也超过了 50%。 高盛强调，这比历史上的标准治疗方案表现得更为优异，且安全性部分仅观察到极少数的严重不良反应。高盛指出，该公司的目标价为34美元。华瑞认为 Syndax 的竞争优势在于其数据的广度，同时拥有临床试验与真实世界证据的加持，这对于药物未来在医疗院所的实际渗透率非常有帮助。另一家值得投资人关注的公司是 Enliven 医疗。高盛分析，该公司的试验数据显示，其研发的选择性抑制剂在曾经接受过多种治疗失败的患者中，依然展现出强大的分子学反应。高盛提到，在接受过3种以上既有药物治疗的重症患者中，达成主要分子学反应的比例高达 52%。 高盛指出，这有力地支持了该药物在市场上的商业定位。高盛目前给予该公司59美元的目标价。华瑞认为，在医疗需求高度饱和的红海市场中，能为多重耐药性的重症患者提供新的生存选择，本身就是极具护城河的商业价值。在细胞疗法领域，高盛指出， Cellectis 的全异体细胞疗法在复发性白血病中展现了初步的成功。高盛分析，在特定年龄段的目标群体中，总体缓解率达到了 100% 的惊人水准。高盛提到，这不仅支持了药物进入关键的第2期临床，也为未来的生物制品许可申请打下基础。高盛指出，虽然目前仍处于早期阶段，但其技术潜力不容忽视。华瑞认为，异体疗法的成功关键最终将回归到产能规模化，以及能否在更广泛的病人样本中持续复制这种100%的缓解率，这是投资人长期观察的重点。此外，
Fulcrum 的进展也值得一提。高盛指出，该公司的口服疗法在2期试验中成功将血红素提升的幅度转化为临床事件 25% 的减少。高盛分析，这进一步证实了提升血红素水平确实能为贫血患者带来实质的临床获益。高盛提到，这为后续的3期试验提供了正向的科学依据。高盛指出，其目标价曾被设定在15美元。华瑞认为，这种从机制验证到临床获益的完整链条是生技公司转型为成熟药厂的必经之路，也是估值提升的关键催化剂。然而，高盛也对部分公司提出了警示。对于 Gram 公司，高盛维持卖出平等。高盛分析，虽然其药物数据符合标签描述，但在真实世界的医疗环境中，是否能复制临床上 39.8% 的输血独立率，仍然存有较大疑问。高盛提到，这类公司往往面临单一资产开发的集中风险。高盛指出，其目标价仅设定为1美元。华瑞认为，投资这类产品线单一的公司必须极度审慎，因为任何关于治疗持续时间或患者组合的微小偏差，都可能触发股价的断崖式下跌。同样被列入卖出名单的还有 Arvinas。 高盛指出，尽管其蛋白质降解技术具备新颖性，但在与现有强力竞争对手的对比中，并没有展现出足够的差异化优势。高盛分析，现有的标准疗法数据已经非常强大，留给这家公司的溢价空间相当有限。高盛指出，其目标价为6美元。华瑞认为，生技投资的残酷现实在于技术领先不等于商业领先。在强敌环伺的赛道中，缺乏压倒性优势的数据往往会被市场视为平庸，进而压低其估值。在大型生技股方面， Regeneron 依然是高盛的首选之一。高盛指出，其单株抗体疗法在罕见病领域拥有极佳的扩张机会。高盛分析，虽然美国市场目标群体仅约1800人，但这种小众市场具备极高的进入门槛与定价权。高盛提到，这类标的能有效平衡生技组合的波动。高盛给予其高达968美元的目标价。华瑞认为，这种稳定获利的大型龙头股是生技配置的底色，能帮助投资人在追逐高成长标的的同时，维持整体组合的抗风险能力。我们来看看报告中的估值模型数据。高盛指出，在评估这些高风险资产时，他们假设的加权平均资本成本大约落在 8% 到 21% 的区间。高盛提到，终端增长率则保守设定在 1% 到 5% 之间。高盛强调，这反映出生技股对于宏观利率环境极度敏感。高盛指出，投资人必须密切追踪联准会的货币政策动向。华瑞认为，这种极宽的折现率区间显示出专业机构对生技产业波动性的敬畏。投资人在配置时也应预留足够的安全边际。安全性数据是本次报告的另一个重点。高盛指出，大会摘要显示，大多数领先药物的严重不良反应比例约在 20% 到 30% 之间。高盛分析，关键在于真正与药物直接相关的严重反应比例极低。高盛提到，例如在 Agios 的试验中，治疗相关的严重不良事件仅有 0.7%。高盛指出，这对于获得监管机构与医生的长期信任至关重要。华瑞认为，安全性的稳定性往往比单纯的疗效数据更能决定药物的寿命，这也是判断一家公司能否长期持有的核心指标。最后，高盛也提醒了生技投资的3大陷阱。高盛指出，首先是临床数据的发布延迟，其次是竞争对手的技术突围，最后则是药价政策的变动。高盛强调，特别是美国联邦医疗保险的相关改革，可能会对大型药厂的获利空间造成结构性冲击。高盛指出，这些都是模型中必须考虑的下行风险。华瑞认为，在追逐生技股动辄数倍的报酬率时，绝不能忽视这些潜藏在科学与政策交界处的黑天鹅因素。纵观整份报告，高盛指出，2026年的生技产业正处于血液学领域的典范转移期。高盛分析，从传统治疗到精准修复基因，这条研发之路虽然艰辛，但商业成果已经逐步兑现。高盛提到，投资人应优先锁定那些数据稳定且已获得 FDA 加速审评资格的公司。高盛指出，未来几个月的试验进展将是验证这些投资逻辑的关键。华瑞认为，生技股的超额收益往往就隐藏在这些看似枯燥却具备科学必然性的临床数字之中。华瑞认为，在高盛这份精密的布局框架下，美股生技投资的策略应当聚焦于数据确定性与政策红利的交集点。
镰刀型贫血与白血病药物的突破，预示着相关龙头公司将迎来新一轮的教局重估。生技投资的本质是风险与几率的游戏，理解数据背后的临床价值，远比预测股价涨跌来得更为重要。当市场因短期利率波动而不安时，真正具备神药潜力的公司正默默在实验室中编织着属于未来的100亿商机。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观看，希望今天的内容对您有启发。如果您喜欢我们的内容，欢迎追踪华瑞。若您对加入华瑞有兴趣，或是想要与我们进一步联系，欢迎随时与我们联络。